今天我们来绑钢丝如何接一种线。上一集我只有做 YR 如何接 PE 线，就是使用 FG 结的方式来绑。那我们这一集的话是 YR 如何接尼龙、卡泵这一类的线。以 PE 线直接接钢丝来做使用的话，在某一些钓法有这样子使用，但是 PE 线直接接钢丝的时候，它会少了一个前导线的弹性缓冲的部分。可是说实在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看大家的钓法来做使用，因为有一些人他前导线其实绑得很短，然后可能短的不到1旬，就只有绑个可能1尺2尺的这种，因为为了要抛投比较顺畅，那不想要把结收到导环里面。老实讲，以不足1旬的前导线来讲，它的缓冲其实作用不算太大，因为你最主要还是说靠那1旬的前导线是在做耐磨的部分，而不是拿来做缓冲。当然它有缓冲的部分，但是缓冲其实老实讲还是得依靠你的杆子、你的卷烟器的刹车，然后你自己本身的技术来做调整。这一期的话是在讲YR接前导线，当你使用 PE 线接上你的前导线，再接上钢丝，让你的卡泵、尼龙这一类的线来做一个舍弃线的状态。为什么我会说是舍弃线呢？原因是因为你在做钓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挂底，或者是会有其他等等的原因，所以导致说你可能线必须要拉断。那当你是用钢丝线直接接 PE 线的时候，你会有产生一个问题，你拉断的时候，你断一定是断在 PE 线的位置。那 PE 线会断在哪？有可能你断的时候，你中间有伤到，那你一断就可能少了可能10几米、20米，甚至更多。那接尼龙卡泵，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当你在做钓的时候，有可能是鱼钻洞或者是挂底，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面，你只好把线组给拉断。拉断的状态下面的话，尼龙卡泵这一类的线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舍弃线的，至少不会让你的 PE 线耗损的太严重。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 YR 如何接在尼龙、卡泵这一类的一种线上。最好的方法就是 AS 结。首先我们拉出工作线，YR 的工作线建议先拉出40公分的长度，往回折之后，你的工作区会留出大概20公分的长度，将你的最后的工作区留出大概差不多10公分总长大概20公分的 U 字长度，然后捏在大概8到10公分的位置，再将你的前导线由下往上穿入这个 YR 的工作区，拉出大概差不多20公分左右的长度，20到30。那这个可以依你的使用的号数来做调整。小比使用的这个碳纤线是16号的碳纤线，所以我大概拉20到25左右。太长你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作业，但是太短的话，你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线不够用，或者是你要拉紧的时候，你没有线头可以拉紧，这个都会比较麻烦。所以建议的话，就是还是要留个必要的长度，那最少是20公分。然后我们将你的反折的这个钢丝线跟你的碳纤线这个交叉的位置先捏好，这3条线先捏好，然后将你的线开始往上、往后、往下，这样子做缠绕。当你缠绕的时候啊，你的这个碳纤线你的这个前导线一定要收好往内收好，我们连绕10圈。然后连绕10圈之后，你就产生这样的缠绕结。然后我们一样再将这10圈捏好。那我们刚刚是将你的这前导线的线头缠绕住这个 U 字形的钢丝线，跟你的前导线的母线。那现在的话，我们做缠绕的部分，则是把这个母线前导线的母线跟下方的这个钢丝线一并缠入然后我们做5次的缠绕，一样将你的缠绕的这个线圈收好。5次缠绕好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好的线圈，前面的10个圈，后面的5个圈，然后再将这15个圈一并捏好之后，建议你的线头要有一定的长度，等一下我们在拉紧的时候会比较好拉。那像现在的话，因为它只有10公分左右的长度，
所以我建议拉线头，将这个线结收紧。建议还是用扯线器，那你手比较不会痛，而且你的线结也会比较稳定。我们将 AS 结扯紧之后，有没有？还是这样，大致上就完成了。AS 结的前导线的这边的线头，建议留一点点，基本上你这边也不太可能会有去打到导珠的问题，所以大概留个5 mm 左右的长度就可以了。用打火机稍微烧一下这个线头的位置，让它不要那么刷就可以了。烧一个蘑菇头，然后再将刚刚的 YR 的这个线头一样剪掉，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 AS 结。用钢丝跟尼龙线、卡泵线这一类的一种线做结合。如果说你哪一天真的不小心忘了带管夹，你要结合前导线，你要结合 PE 线，你都可以用不同的绳结。像结合前导线，你就可以使用 AS 结的方式来做连结。如果你不需要连接前导线或者是舍弃线的方式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连接 PE 线。那如果说你是像小饼所玩的这铁板啊，然后路亚这类的吊柱，那你又有需要接到 YR， 其实还是会建议 PE 线接这个前导线，接一段的前导线、尼龙线，然后卡泵线这一类的线，然后再来接YR 的部分。那像这样子的接法的话，你的 YR 就不需要太长，你可以也许留个差不多30公分，就是1尺左右的长度，你其实就可以做好你所需要的防咬的问题。钢丝如何接异种线的一个绑法分享。这是上次钢丝接异种线的结合，然后是使用 FG 结来绑 PE 线。那也有观众提到说，他很担心说这样子的强度到底够不够，会不会说把那个 YR 的这一层薄膜给扯掉。所以这一集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拉力测试。我们直接使用扯线器，然后将2条线，就是 YR 线跟 PE 线，然后互扯，那看说它断的点会在哪个位置。如果说它是断在这附近的话，那基本上就表示说这个结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来做一个这样简单的测试，那我们就不多说，直接来吧。好，有没有断在节后，表示没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是做第一次测试 ，OK。第二次一样 PE 线接 YR， 好，那一样是断在线的位置一样是断在线的位置。PE 线的缠绕它并没有脱落，然后 YR 的这个膜也没有被拉扯掉。这是第3次做测试。来啊，拉力测试。好，一样断在它线头位置。没有造成它的线结松脱，没有造成 YR 的线膜松脱滑落，一样是断在线头的位置。这是第一线用 FG 结接 YR 色的一个测试，当然就是少了一个前导线缓冲的部分，但是对于某一些吊法，它不需要卡泵、尼龙这一些做舍弃线的吊法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选择。如果你忘了带八字环，你忘了带管钳这一类的东西来绑你的 YR， 那你就可以用 FG 结的方式来直接接 PE 线，当然你也可以用 AS 结直接接 PE 线，那只是小扁这边是使用 FG 结来做绳结的绑法，提供给各位参考。希望这样的测试观众们还满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炳。因为先前在直播的时候有提到说，有厂商会愿意提供给怪兽山丘做一些活动，那这一款原钓具提供的碳素线就是其中一件，然后
接下来我们如果有一些活动有厂商愿意提供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活动的回馈给观众。那这一集我们就借由 AS 姐来做一个分享活动。如果说你有兴趣抽原钓具的这个碳素线的话，那请在留言中留言我爱原钓具，你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原钓具的碳素线。那由于小饼手上的号数不够多，所以就先抽先赢。然后目前有6、8、10、12、14、16，总共6捆线可以提供给观众。我们原则上是一部影片抽1捆碳素线。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记得留言参加，也记得按赞分享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喽，我们下集再见，拜拜。